美军的滨海战斗舰自项目成立以来，就伴随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喜欢的人说它进攻手段单一，防御不足且成本高，把它贬得一无是处。但支持者却觉得它与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一样，拉开了与传统舰船的差距。其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打补丁操作，帮助美海军度过了作战任务由海转陆的转变。由于大家各说各的，经常争吵，为此火力军的本期节目就决定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美海军的滨海战斗舰。美海军的实力是这个：自冷战结束后，就再无任何一支舰队能够挑战美国在全球公海的地位。随着苏联海空威胁的消失，美海军舰队的作战任务便朝着由海向陆、前沿存在等方向转变。作战重点从消灭敌人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转向远程力量投送、支援对陆打击等方面。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面对兴起的近海、小型、高机动、低成本的狼群战术，美军缺乏高消费比的打击手段，加上美国国防预算也大幅删减，因此便想设计一款成本较低且能应对沿海地区低强度冲突的舰艇。于是 LCS 项目应运而生了。有趣的是， LCS 作为一种全新舰艇，本来只是想简简单单取代掉佩里级护卫舰的，但谁想到没经验的美海军却通过研究瑞典的维斯比级巡逻艇、美国的海神号三体船、挪威的盾牌级导弹艇等触类旁通，硬生生将 LCS 变成了一种介于中型护卫舰与小型巡逻艇之间的独特舰艇，与传统导弹护卫舰渐行渐远。LCS 有两种舰型，目前共23艘在役，分别为洛马公司的自由级和通用动力的独立级。前者舷号为单数 LCS 13579，后者舷号为双数 LCS 24680等等。除了舷号区分外，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舰体设计上。自由级采用微型半滑行单体船设计，外表简洁，涂有锡箔材料，拥有良好的隐身能力，可加装即插即用的任务模块，在舰尾安装了喷水推进器，非常灵活。全速航行时，可以在7个船长的距离内进行360度的回转。其全长115米，宽17.5米，吃水3.9米，满载排水量3410吨。它的最高航速为47节，续航力为3500海里每18节，艇员编制50到75人，自持力21天。独立级则采用三体船型设计，拥有吃水浅、航速高等特点。舰体使用铝合金打造，舰体和上层建筑的宽度和内倾角度完全相同，大大提高了隐身性。且由于该级舰的主要设备基本都位于船体的中央，从而形成一个多边形乌龟壳体，重心也集中在这个地方，因此比单体船更稳定。此外，独立级的三体船型结构还扩大了主甲板面积，飞行甲板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远大于自由级。其长 127.4 米，宽 31.6 米，吃水 3.96 米，满载排水量3104吨，其最高航速可达44节。16节时的续航力为4500海里，18节时的续航力为4300海里。艇员编制同样是50到75人，自持力也是21天。当然，美海军的 LCS 的最大特色仍是其多任务模块系统，其模块化舰体结构和开放式架构的作战系统。因此，美海军这2级 LCS 可以很方便地根据不同任务需要配备不同的任务包，包括水面战任务包、反水雷任务包以及反潜任务包。每个任务包里都各自配备有不同的装备。如在武器方面，2级 LCS 的标配均包括 LK110 舰炮、4挺 M2 重机枪、IM-16 防空导弹等。其中 MK110 舰炮由 BAE 系统公司生产，最大射速220发每分钟，有效射程14公里。总体性能不输奥托76毫米舰炮。IM-16 防空导弹自由级配有21枚，独立级则有11枚。由于 MK49 发射器发射虽然可以做到射后不管，但受限于9公里的射程，其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还是比较吃力的。在舰载机方面，2级 LSC 相对其他同等排水量的水面舰艇来说，拥有更大的甲板，所以可以选择搭载2架 MH60 RS 直升机，或1架 MH60 RS 直升机和2架 MQ-8B 或1架 MQ-8C 无人机。独立级更是具备起降1架 CH-53 的能力。不过在服役过程中，美海军发现 LCS 的武器配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后续升级还配备了 AGM-114L 长弓地狱火导弹，
以上是2级 LCS 的标配武器。当然，像前面说的，2级 LCS 根据不同的任务会搭配不同的任务包。我们以独立级执行对陆打击任务为例，目前美海军并没有给独立级配备专用的对陆打击任务包，但其水面任务包内武器本身就具备对陆打击能力。因此，目前而言，独立级在执行对陆打击任务时，会选择搭载水面作战任务包。在独立级的水面作战任务包中，除了标配武器外，其还包括2具4连装海军打击导弹发射器、9连装的 MK60 导弹，前者和 AGM-14L 长弓地狱火导弹一样，都具备全天候和射后不管能力，既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路面目标，最大飞行速度 0.9 马赫，使用 DDD 弹道飞行时，最大射程为185公里，配有智能化的红外成像导引头，每艘独立级一次可最多携带8枚。AGM-14L 长弓地狱火导弹则采用毫米波雷达导引头，在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上使用时，通过舰上配备的垂发系统进行发射，射程最远为7公里，每艘独立级一次可最多携带24枚。而9连装的 MK60 导弹由一个 MK208 发射器发射，主要用来攻击迫近的敌方小型快艇。在航空模块里，独立级的 MH60RS 舰载直升机航程可达450公里， MQ8B 无人直升机航程可达200公里， MQ8C 航程则可达270公里。以上这几款直升机在独立级执行对陆作战行动时，不仅可来侦察敌地面目标的情报，引导独立级战斗舰进行攻击，自身也可携带导弹、航空火箭弹等机载武器，对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由此可见，搭配标配武器，独立级实际上拥有远中近3层的对陆打击能力。对付远距离陆上目标时，可用直升机携带武器打击；对付中距陆上目标时，可使用 NSM 导弹；而当对付近距离陆上目标或对陆上目标实施近距离抵近射击时，则可以使用 MK10 舰炮和 AGM-14 长弓地狱火导弹。当然，独立级虽然拥有吃水浅、航速高、隐身性能好等特点，可以较为容易潜入近海领域，对敌陆上目标实施突然打击。加上所使用的舰载导弹因具有较高的命中精度，覆盖范围可达500公里，因此对靠近海岸线上的敌陆上目标是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的。但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暗防体系，并装备了许多性能优异的反隐身雷达、远程岸舰导弹等暗防装备，因此独立级能否安全抵达目标区域仍需打上一个问号。而且独立级当下在对陆打击作战中所使用的炮弹、导弹和弹药等，实际还存在着战斗部威力较小的弱点。即便当中威力较大的 NSM 导弹，其战斗部重量也只有125公斤，在打击一些经加固的陆上目标时，可能无法做到有效打击。综上所述，美海军 LCS 的多任务模块系统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概念，在理想情况下是能够提供灵活多样战力选择的，但美海军想把握住却并不容易。首先，多任务模块系统更换调整起来，并不像宣传的那样仅需96小时迅速，实际往往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若是敌人通过战术欺骗打一个时间差，使最终出战的 LCS 用错模块，其后果大概率就是舰毁人亡。而且多任务模块也变相提高了舰员的技能要求。LCS 原本就因配备的舰员数量少，导致平均工作量和难度是其他舰船的几倍。有消息称 LCS 的舰员都达不到美军标准的8小时睡眠要求，而多任务模块系统对个别岗位的技能要求进一步提高，舰员培养和使用难度加大，导致 LCS 比传统舰船更容易出现因战时伤亡而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其次，在动力方面，2级 LCS 动力虽然都十分强劲，也远远高于其他1000吨级以上的水面舰艇，但唯快不破的理论到了 LCS 上却好像并不适用的。高航速、吃水浅带来的并非全是机动性强、航行水域适应性强等优点，其所付出的代价是较低的防御力和抗回力。如这2级 LCS， 一个上层，一个全舰体铝合金结构，这在美海军制定的生存能力等级中为1等级，属于无法在高强度作战中全身而退的舰种，并且与同为1等级的辅助舰船不同，由于 LCS 的作战任务区域在第一线，因此一旦出现意外， LCS 80%概率会沦为牺牲的炮灰，这代价太大，很难被美海军所接受。此外，高航速所带来的好处也十分有限。若处在反潜任务状态的 LCS， 由于拖曳声纳的工作需要，只能保持较低航速行进，面对导弹或大口径火炮攻击时，航速的优势也显得很鸡肋。况且高航速也代表着高耗能，持续高速行进，牺牲的是续航能力，这也将限定 LCS 的作战范围。
最后他仍然难以应对导弹艇的狼群战术，即便是通过打补丁升级了舰炮模块，在要害增加装甲防护，升级航电系统的 LCS 后续型 SSC 也不行。在前导弹时代，水面舰艇的战力基本可以以搭载火炮数量为基础，加上射速、装甲防御等因素，进行兰切斯特方程的战力计算，这时还停留在线性的比较层面。但到了导弹时代，局面的复杂化导致兰切斯特方程已无法进行战力模拟计算，敌人数量的翻倍往往要求己方需要在火力、防御、生存力等方面成倍的提升才能势均力敌。于是美海军韦恩修斯建立了骑射方程这个替代公式，实现了非线性战力的计算。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海军通过骑射方程模拟计算了 LCS 在多种情况下的交火战损情况，其中一份模拟是 LCS 与小型导弹艇的交火情况，其结果是 LCS 在面对排水量200吨、缺乏防空武器、仅有1套近程防御系统，最多可配备8套小型反舰导弹的导弹艇时，仅需5艘以内这样的导弹艇便可用统归于尽的方法全歼 LCS 编队。当有12艘这样的导弹艇时，即平均3艘导弹艇对1艘 LCS， 导弹艇编队的存活率升至 50% 以上。当数量来到15艘，生存率增至 75%。即使面对这种防御力比 LCS 还低的导弹艇，仍无法在设想前提下完成对付狼群的任务。而且 LCS 的造价和使用成本也很高，这2级 LCS 首舰的造价约6到7亿美元，虽然量产之后会有所减少，但多任务模块一个就高达1亿美元，总成本还是很高的，这还不包括后期的模块更换等维护成本。于是美国防部一直都想缩减 LCS 的总产量。2级 LCS 最初计划建造52艘，但由于项目存在的各种问题，在2014年初，看不下去的美国国防部就打算大幅减产 LCS 至32艘，从而谋求其他战力更强的巡防舰。这引发了美海军的强烈反弹，双方经过决力，最终美海军对 LCS 项目进行了调整，即在前32艘基线型 LCS 建造结束之后，后20艘将进行全方位升级，也就是后来的小型水面战斗舰，算是变相让 LCS 维持既定的52艘产量。美国国防部对这种小聪明十分不满。2015到2017年，美国国防部各种找麻烦，不是要求缩减总产量，就是让美海军在 LCS 和 SSC 中2选1，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预料。2015年初，美国防部将升级后的 LCS、SSC 定为快速护卫舰，进一步明确其任务范围，但整体调整幅度不大，没有根本改变 LCS 的使用范围和关键技术指标、战术特点，美海军也就没在意。到了2017年，有消息称美海军会在2017年第一季发布 LCS 后续新巡防舰的需求征询书。据此时 LCS 项目透露，他们会在发布 RFP 之前完成一个成熟而完善的设计方案。但事情呢，总是出乎预料。2017年4月上旬，美海军突然表示正在研究把这个新巡防舰项目升级为导弹巡防舰，使之具备更强的正规舰队防空作战能力。这是在研发中突破自我了吗？随后2017年5月，美海军代理部长史塔克雷站出来回应道，美海军在接下来的 FFG 项目中将采取完全开放的竞争，不限于本国或国外的方案，因此不保证美海军接下来的 FFG 方案一定会采用现成 LCS 的发展型号。这是自2014年 SSC 项目开展以来 LCS 后续研究计划的一个根本性重大改变，不仅正式纳入区域防空作战能力，而且第一次将考虑范围放宽到现行2种 LCS 以外的其他设计上。2017年7月11日，美海军正式发布了新型导弹巡防舰的信息征询书，开放征询任何极有可能而满足需求的设计，其用意主要有2个。一个是首先能完全支持水面作战舰队在海上交战中提供水面反舰作战与水下反潜作战能力，能在有威胁的环境下有效独立作战并自卫，并延伸舰队的战术网络，并且操作各种无人载具。另一个是能有效分摊常规性的勤务，使得大型的主力水面舰艇能获得解放，专注执行在主要作战任务中。FFG 项目，火力军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其以欧洲多用途巡防舰为基础，搭配宙斯盾基线10版本战斗系统，计划建造至少20艘。而 FFG 的出现也预示着美海军将不会再继续采购滨海战斗舰，而这2年美海军也在对外军售 LCS。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美海军的滨海战斗舰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